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灵气小花到最强花瓶，迪丽热巴的野心和尴尬一览无余。之前的热巴依旧很忙，登上了 Madame Figaro 12月刊封面，再次演绎了一把烈焰红唇。说实话，论映照，热巴的表现力属实强悍，无论是红裙还是黑衣都能呈现出独特的美丽。作为一个才出道8年的女演员，迪丽热巴的走红速度可谓惊人，短短几年便冲上了一线的位置，但是也免不了受到演技不行的质疑或风水后头衔。但事实上，2013年凭借一部《阿纳尔罕》出道的她，曾经也为观众奉上过颇具灵气的表演。不过在日后的成名路选择上，热巴选择了另一条更迅速、更捷径也更危险的路，这一路映照着她的光环，也折射出她的尴尬。出道时灵光一现，迪丽热巴出生在一个演艺家庭，父亲是新疆歌舞团的独唱演员，所以从小她就耳濡目染，对艺术类的内容充满兴趣，还主动要求学习钢琴、舞蹈、小提琴、吉他等特长。父亲看小小的她不仅长相漂亮，而且也有天赋，便下决心培养，并还希望她能继承自己的衣钵，未来从事文艺工作。背负着自己和父亲心愿的热巴，性格安静乖巧，韧性十足。面对父亲给自己布置的各种任务，她从不多发一言，哪怕再累也会咬牙坚持到底。9岁那年，迪丽热巴被父亲带去参加艺术类考试，并开始了为期6年的民族舞、芭蕾舞专业学习。毕业后的热巴顺利成为新疆歌舞团的舞蹈演员，那时她只有15岁。不过跳了几年舞蹈之后，热巴渐渐发觉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于是便决定继续求学。这一次，她选择的是表演。2010年，18岁的热巴进入上戏学习影视表演，同一年还参加了陆川的古装片《王的盛宴》女主角虞姬的选角试镜。读大2那年，迪丽热巴获得了一个出道的机会，在红色革命剧《阿纳尔罕》中饰演了女主角贫农的女儿阿纳尔罕。这是一个生活在苦难之中，但是却像鲜花一样美丽的女孩角色，但是却内柔外刚，渴望自由。毫无疑问，这个角色很完美。但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热巴的完成度也很高。据说当时她为了拍摄这部戏，曾经提前去当地的一个老奶奶家体验农村生活，过了一段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还被当地居民称为自家媳妇。这足见当时的热巴多么能干，完全没有一个女明星的架子。而且，该剧的整个拍摄过程非常辛苦，每天不得不在日均45摄氏度的火焰山拍摄长达10个小时以上。在拍摄一场吊打女主角的戏份时，因为保护器具没有做好，热巴便忍受着鞭子不停抽打自己的苦楚，但是全程没有一句怨言。据说哪怕再艰苦的戏份，热巴都坚持不用替身，她用一句"我的戏为什么要别人来拍"，还原了一个初入职场的新人演员的倔强和天真，最终也使得这个角色饱满而热烈，堪称她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。随后该剧在2013年于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后，引起了巨大反响，还获得了全国同时段收视率首位的成绩。不过在这之后，热巴的资源就没有那么优秀了，而且许多都是打酱油且花瓶的角色。但事实上，当初凭借一股热情和执着闯进娱乐圈的迪丽热巴，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花瓶，但是命运就是如此不按常理出牌。就在热巴苦苦为自己未来的前途拼搏时，一个能够使得她成为内娱最强花瓶的机会悄然而至，被捧后一飞冲天。2012年，热巴参演了都市青春网剧《微时代》，该剧虽然反响一般，但是却是著名女演员杨幂转型做老板的试水之作。杨幂的履历不必赘述，迪丽热巴就是在这个阶段闯入杨幂的视线之中的。在自制剧《微时代》选角过程中，杨幂挑中了当时只有21岁的热巴，随后她便被签入公司，作为重点培养对象，并且以杨幂 2.0 版本为发展路线，集中全部资源打造一颗耀眼新星。在当年热播的《古剑奇谭》中，迪丽热巴得以拿到小师妹福渠一角，纯属量身定做，目的就是突出她惊人的美貌，以换取大众的眼球。随后，热巴又连续在《班书传奇》和《美人制造》等作品中饰演了一些角色美女，这时的她气质已经完全没有了阿纳尔罕时代的土气和灵光，完全是一个被造星工厂制造出来的合格的女明星形象。2015年，杨幂在生下女儿小糯米之后全面复出，
而手头的工作除了延续自己以往的战绩之外，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辅佐热巴。这个角色虽然是女2号，但是比起女1号唐嫣的戏份，也属于平分秋色了。大众均看到了迪丽热巴在这部戏中的精彩表现，却鲜少有人知道，为了拍摄这部戏，迪丽热巴错过渐病重的姥姥的最后一面，一生遗憾。但是付出是有回报的，热巴凭借自己诠释的有着中国版千颂伊之称的高文一角，拿到了当年国剧盛典最受欢迎新人女演员奖。这之后，她彻底打开了走红的局面，一时间成为商业价值和观众人气最高的女明星之一，也摆脱了打酱油甚至女配角的资源，开始挑起大梁，出演各种女主角。那之后，《傲娇与偏见》、漂亮的李慧珍等热播剧的持续上线，完全可以说明迪丽热巴当年到底有多火。而到了2017年，杨幂又带着热巴出现在大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之中，她在剧中出演的是一只九尾红狐，造型相当别致，足以完全展现热巴的美艳多姿。随后，她因此获得了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。娱乐圈就是这样，大火之后各种资源倾斜过来，在小荧幕上不断刷屏的热巴，随后又大肆进军综艺节目，成为《奔跑吧》第1季的常驻嘉宾，又陆续出现在各大卫视的各种晚会上，独领风骚。但是就像演员张译说的那样，山峰就那么大，没有人可以永远站在那里，热巴也不行。很快，风光无二的热巴便遭遇到了出道以来的滑铁卢，遭致一路在何方。成为嘉行传媒力捧的最强小花的4年时间里，坚韧努力的迪丽热巴是怎么过来的呢？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橄榄枝，想要全部吃下，只能疯狂压戏，不然每年3、4部电视剧是如何速成的呢？2018年，迪丽热巴就拿出了《烈火如歌》、21克拉、1001夜日月等多部作品，还在新武林大会、创造营2019等综艺上频繁露脸。尽管凭借强大的粉丝基础，迪丽热巴在与刘涛、孙俪、杨紫等实力派演员同台竞技时险胜一局，成为当年的金鹰女神。随后，她还凭借电视剧《漂亮的李慧珍》摘得优秀电视剧奖，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，迪丽热巴也被扣上了水后的帽子。就如同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传记作品《断头王后》中写道：一路高歌猛进的迪丽热巴，终于在资源、名利、咖位等呈现飞升的旅途中停了下来。2019年是她开始休整的一年，因为并未拿出什么作品，至少相比之前的势头，暗淡了许多。也是这一年，迪丽热巴参与录制了一档都市女性情感观察真人秀节目《送100位女孩回家》。面对镜头，在回答你是否是工业水准之下被造出来的明星这个问题时，她选择了否认，毕竟之前确实有阿纳尔罕这样的经典作品在前。我从18岁开始演女1号，到现在已经9年了。我不知道从2017年开始大火的，而是之前做了许多工作铺垫。话虽如此，但是热巴另一个备受质疑的点还在于，除了阿纳尔罕之外，她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代表作。到了今年，热巴再次强势来袭，不仅拍了《与君初相识安乐传》，还有《长歌行》和《你是我的荣耀》陆续播出，评价还算过关，反响也很不错。但是这一切仅限于现阶段的女明星热巴，至于她离合格的女演员还有多远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从杨幂 2.0 版本的终极目标来看，也许热巴的理想早已不再是做个优秀的女演员，而是优秀的女老板吧。无论如何，祝福热巴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